11点出勤，但我当然被拉完水线就很爆炸了。火光实射啊，就很痛这样子，但我也没有晕过去啊，只是觉得说，那个时候脑筋转得很快啊，转得特别快，就是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要怎么自救了。那基本上就是很努力的要先爬出这个地方嘛，因为就是炸开，然后就掉进那个壕沟里面了。一个。拿起相机的手还满是疤痕，但对于在气爆中造成59%面积灼伤，在加护病房奋战了43天的陈楚瑞来说，已经是崭新的阶段。有点已经跨过那个比较黑暗的阶段。大学毕业后选择消防替代役，没想到落下满身疤痕，身上的伤一度往心底不断蔓延。手就是被烧卷在一起，就真的是五指都打不开这样子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很痛啊，我也不知道多痛。就可能那阿桑会突然很大声就说：“哎呦，那你小刚呢？想冒险犯难救助别人，可是怎么好像被处罚一样吧？但我是真的觉得那个心情很像过戒疗所，还要被人家盯着看。明明是去做好事啊，他怎么好像哪边就是我没有整理出来，那就觉得哪边不对。那从此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长达2年。15年的生日吧，然后他们是想要帮我庆生，就是我妈把他们放进来，我那时候蛮不开心的，就是，然后他们就在那个门口唱生日快乐，就是拿着蛋糕，后来他们是觉得，就是他们是跟我讲说很尴尬，对啊，就是我都不开门这样子。直到前女友离开，陈楚瑞觉得不会再更糟了，打开房门走了出来。就那时候刚出来，就觉得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，就是刚复健，差不多可能就活动度，你可以拿着动相机啊，可以走路啊，差不多可以出来就自己做一些社会复健。那就先就是问一下师姐说有没有可以帮忙的地方。那就去真善美拍照啊。除了慈济活动，他也开始帮商友拍照，募资举办摄影展。你有被异样的目光看待过吗？我把自己关在家里2年的时间。虽然复健很痛苦，但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个社会大众所给予的目光。我想要出去复健，我都得每一次都得再面对一次异样的目光。你可能觉得你说话的声音很小，但是我都听得到。而这样的敏感，也让他看见烧烫伤友的痛。目光，不要用你的目光让他的灵魂再次灼伤。摄影展吸引了近万人次参观，而巨幅海报的这双手透露了他没有言说的感谢。对啊，因为这是我妈的手，很多烧烫伤受伤都是在手部了，而且复健最困难的也是在手指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代表性。我妈就是拉着我上来，父母亲一定是最痛的，虽然他没办法替你痛，这个是小朋友在妈妈肚子里，但是妈妈那时候烧伤。
一张张的照片拍出伤友的坚韧，过程中他也看到有人还在奋战。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出门啊。这样的心路历程，陈楚瑞比谁都懂。青春正盛的大男孩，也是鼓起好大的勇气，才在今年3月前往英国进修。很忐忑啊！刚开始看那种精神科医生啊，就是他们都会讲 PTSD 嘛，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。不止人群的压力，出去看到那种正常的马路，你都会很害怕，说它会不会突然裂开，会突然爆炸。受伤的时候就想不到，说还能走这么远啊，心情就会觉得很不敢相信啊，就觉得说我真的在这边了吗？还是我还在做梦？回来就会觉得说啊，好险没有就这样后悔到老死，不怕自己受伤，只怕自己没有冒险过。8月，他还将启程前往美国。原本就爱思考的他，希望能够充实自己，回馈社会。就是以后拿社会的钱，希望能回馈更多给社会。我觉得比较开心，就是每一个起点啊。我说摄影展那也是一个起点，我们都知道那不会是我的最高点啊。乐观，加油哈！应该是没问题。慈济人、阳光基金会、各界的关怀，和妈妈一起拉着楚瑞一步步远离气爆的黑洞。就跟我妈说我一定没事，还不是这样过来了。对啊，不管好的坏的。命捡回来了，曾经不断想着为什么是他，现在他不断思考着怎么为这个世界做更多的事。应该就是那种我还活着，我做什么都赚到的这样子。